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视频。2026年1月13日，新加坡国务资政李显龙会见了到访的越南政府常务副总理阮和平，双方聊得最热火朝天的话题，竟然是越南刚刚启动的胡志明市和岘港国际金融中心项目。很多人可能会想，新加坡自己就是亚洲顶尖的金融中心，现在邻居越南也要来分一杯羹。李资政不仅不担心，反而表示全力支持。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逻辑？难道新加坡真的不怕被抢了饭碗吗？其实这正是新加坡最聪明的地方。在新加坡的战略字典里，邻居的繁荣从来不是威胁，而是巨大的机遇。那你可能还是不理解，为什么新加坡不仅不怕别人建金融中心，反而要上赶着去当那个战略导师？这种大气和自信，其实是建立在极其深远的经济算计之上的。接着往下看，我们一起揭晓。越南这次来新加坡目标非常明确，就是想借走新加坡金融业的黄金准则。阮和平副总理明确提出要借鉴新加坡在政策制定、监管和招商引资方面的经验。李资政分享的核心其实就是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MAS 的那套打法，如何在鼓励创新的同时维持全球最高的合规标准。你要知道，建立一个金融中心，光有摩天大楼是不够的，你得有完善的法律框架、仲裁机制，还得有国际化的人才池。新加坡乐意在这些软基建上提供咨询，实际上是在输出新加坡标准。当越南的金融中心按照新加坡的逻辑建立起来时，两国的金融体系就会产生天然的亲近感。这种经验输出让新加坡从一个单纯的从业者变成了规则的制定者。这种地位的跃升远比多拉几笔存款要重要得多。为什么说新加坡最受益？因为新加坡支持越南建金融中心，本质上是在打造一个区域金融共同体。随着越南 IFC 的建立，东南亚的资金流动性会大幅增强。我们要明白一个逻辑，资金并不会因为越南有了中心就离开新加坡，反而会因为新越联动变得更活跃。新加坡作为亚洲的资金调度中心，会成为流向越南资本的总闸门。无论是越南的绿色能源项目还是基础设施建设，很大一部分资金都会通过新加坡的银行和金融机构进行调度。大华银行已经率先宣布在胡志明市金融中心新建总部，这其实就是一个强烈的信号。新资银行要深度参与越南的金融生态。新加坡通过这种方式把自己变成了越南连接国际资本市场最重要的一座桥梁。除了金融，这次会谈还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目标，要把越新工业园 VSIP 的数量从现在的21个增加到30个。这说明新加坡模式在越南正经历一场全方位的渗透。以前我们通过 VSIP 帮越南搞制造业，那是手脚的合作。现在我们要帮越南搞金融中心，那是大脑的合作。通过增加工业园数量，新加坡为越南创造了大量的实体经济需求，而这些工厂、物流和贸易最终都会产生巨大的金融服务需求。新加坡通过这种方式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闭环，制造业产生需求，金融中心提供服务，而新加坡的企业和银行则在其中扮演核心角色。这种深度绑定让两国的经济利益紧紧焊在了一起。可以说，越南的金融中心每前进一步，新加坡的资本和服务就多了一个广阔的用武之地。新加坡之所以不怕竞争，是因为它已经看透了区域经济的本质。在未来的亚细安版图中，新加坡不应该是一座孤岛，而应该是一个神经网络的核心。帮助越南建立金融中心，不仅能提升整个区域的经济韧性，更能巩固新加坡作为超级枢纽的地位。当所有的邻居都用着你的标准，通过你的银行，参考你的法律来搞金融，那新加坡这个老大哥的地位只会越来越稳。看完新加坡的这波战略操作，你觉得这种帮对手变强的策略够高明吗？你认为越南的金融中心
未来能达到什么样的高度？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独家见解，我们一起讨论。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请为我们点赞、转发、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感谢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